很多历史书告诉我们，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逐渐没落，但这个事实会让生活在中世纪罗马帝国的百万居民们震惊。中世纪的罗马帝国在今日又称为拜占庭帝国，在公元330年建立。康斯坦丁，当时的第一任基督徒国王，将罗马帝国的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这个新首都建在古希腊城市拜占庭的遗迹上。当西哥特人在公元410年攻陷罗马城，罗马帝国的西边领域也被野蛮人占领时，康斯坦丁建立在东边的首都被保存了下来。正是在君士坦丁堡，罗马国王们延续了长达11个世纪的统治。和历史悠久的罗马帝国共存的拜占庭帝国比，它的邻国多了几分科技和艺术的优势。拜占庭人将邻国们看作野蛮人。在9世纪，来自远方的访客们被君士坦丁堡皇宫里优美的拱门和穹顶而震撼。一对黄金狮子守在皇座两侧，藏在狮身内的风琴会将客人们吓倒在地。黄金鸟在附近的黄金树上歌唱。中世纪的罗马工程师们甚至利用水力发动机将皇座举向空中。其他流传下来的古罗马文化在国王的衣着上也有体现，从传统的战袍到日常长袍。在法庭上，罗马帝国的法律也被保留了下来。劳动阶层的拜占庭人过着和古罗马帝国人民相似的生活，许多人从事耕种或某种特定行业，比如说瓷艺、皮革加工、捕鱼、编织或者制造丝制品。当然，拜占庭帝国没有在罗马帝国的桂冠下止步不前，他们的艺术家创造了大量华丽的马赛克与大理石雕刻，他们的建筑师们建造了大量的教堂，其中最著名的一所叫做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教堂拥有被形容为从天堂掉下的穹顶。拜占庭帝国也同样是许多智者的家乡，如安娜·科穆宁娜。作为一名12世纪的公主，安娜为哲学和历史奉献了她的一生。安娜对于自己父亲统治的记载，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政治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另一位学者，数学家利奥发明了能横跨整个帝国，也就是如今的希腊和土耳其的烽火。这个系统长700多公里，在外敌入侵时可以让边疆的士兵警告城内的国王。从发现敌情到通报的过程只需要1小时，但是他们先进的发明无法永远保护国家。1203年，法国和威尼斯的十字军军队和一个名叫亚历克西斯·安哲洛的人达成了协议。亚历克西斯是一个被废黜国王的儿子，他许诺十字军们大量的财富，条件是十字军帮助他从自己叔叔手里抢回王位。亚历克西斯成功继位，但过了1年，他被造反的人民废黜并杀死。没有拿到报酬的十字军向君士坦丁堡发泄了怒火，他们多次纵火，摧毁了大量中世纪的艺术文学收藏。城中1/3的人口流离失所。君士坦丁堡在50年后被罗马国王迈克尔8世重新夺回，但是并没有完全收复以前十字军们所占领的领地。最终在1453年，奥斯曼帝国国王穆罕默德2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宣告了罗马帝国决定性的终结。尽管罗马帝国已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但许多讲希腊语的地中海东岸居民继续称自己为罗马人。直到21世纪初，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叫法才第一次出现。对于西欧人来说，文艺复兴代表着重温古代智慧。从中世纪罗马帝国的存在就能看出，有些欧洲人从来没有忘记古代的成就。西欧人希望画出清晰的年代界限。为了更好地区分古典的讲拉丁语的异教的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讲希腊语的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学者们把后者改名为拜占庭。因此，在罗马帝国灭亡100年后，拜占庭帝国诞生了。观看这段关于奥斯曼人的视频，探索另一个帝国的兴衰。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周学习新知识。